久等了各位，终于使用这个 S22 Ultra 一阵子了。那今天这部影片主要会先从相机盲测开始，然后接着就会是我一些使用心得，可能包含了续航力啊、充电速度啊、游戏表现或者是温度表现等等。那最后我会给你们一些购买建议。那相机盲测的话，老样子我对打的就是一样是 iPhone 13 Pro 以及我去年最爱的手机 S21 Ultra， 搞不好今年也最爱，不一定。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相机盲测的部分会有13张的样张，那大家可以拿纸笔跟着我一起测试一下。第一张这个是一张比较近拍一点的照片。那这3张来讲的话，我首先会先注意到的是最左边那一张的感觉，它的细节和它的层次都比较好。然后中间和右边的话，就是可以感觉出它的叶子的部分好像细节并没有到这么多。那我这边选最左边的，哇！iPhone 13 Pro， 好 ，iPhone 13 Pro 先1分。好，下一张的话是一个近拍的微距照，就前一阵子下雨下很多嘛，就是适合拍一张这种水汽的照片。那这边的话，我第一个会选的可能是中间和右边的再选吧，那应该会选中间的吧。因为看中间那个近看之后，会发现它的其实整体来讲，它的细节的表现会让你感觉水珠比较立体一点。那最左边的话就会有一点平坦的感觉，所以这边的话我应该是选中间的。哇，这iPhone 13 Pro 2分，哇，尴尬。然后再来这张的话是一个3倍镜的表现。那整体来讲的话，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三者的感觉都还蛮接近的。那我们把照片稍微放大一点来看一下它对中间消防栓和旁边叶子处理的感觉。首先可以先看到最左边的话，它整个的叶子的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模糊，然后中间和右边的表现是还不错。不过我个人觉得最右边的有一点油画感的产生，然后在叶子里暗部一点的细节并没有到这么的好。那这边的话，我是选中间的这张。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是什么？哇！中间的是 S22 Ultra， 哇，拿到1分了。现在 iPhone 2分 ，S22 Ultra 1分，然后 S21 Ultra 现在是0分。哇，下一张来讲的话，也是一个3倍镜。然后这时候终于天气有比较晴朗一点了，是有太阳的部分。那你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得出最左边的那张，现在中间那张的感觉就是光线可能有点射进那个镜头，有点耀光的现象。那这边的话，我应该选最右边吧，因为整体来讲，它的感觉就是并没有受到光线的影响，对于耀光处理是比较好。那我这边秒选最右 S22 Ultra， 好，现在是2:2。好，下一张是一个叶子表现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会觉得3台的相机表现都还蛮接近的。那就色调上来讲的话，我是最喜欢最左边一点的，因为感觉稍微再更绿了一点，感觉叶子是比较翠绿一些。那如果放大来看中间叶子的脉络纹理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是最左边的表现比较好一点。那我这边选的是最左边这张 S22 Ultra S22 Ultra 1分。好，不错。现在是 iPhone 2分 ，S22 Ultra 3分，然后 S21 Ultra 目前是0分。好，下一张来讲的话，这个我就是使用了3台的人像模式。我想要看的部分是在于说它对于毛发的处理、抓的感觉是怎样。那我们首先放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中间的人像的捕捉感、切割的感觉并没有到很好，就是边边是有点整个就是雾化掉。但最右边的和最左边的都还不错。那仔细看的话，最左边它甚至连那种些微一根一根的感觉都有抓出来。那我这边会选择的是最左边的 S22 Ultra， 蛮不错的，这个真的是有惊艳到。然后再下一张是一个我某一天的晚餐，最近比较没有吃什么太多好吃的，直接拍了一个晚餐的意大利面来测试一下它对于食物的感觉。那可以看到说食物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色调吧，然后还有它整个稍微有点立体的感觉。我应该会选中间的吧，因为中间的它给我的色调调出来是比较可口的，然后对于黑色感觉还是稍微有点。最右边就是感觉有点太过亮吗？但是其实也还蛮不错。这3张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不过我个人的喜好来讲的话，这3碗意大利面给我选，我会选中间的。那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是什么
S22 Ultra， 哇，不错不错，我现在有一种乘胜追击的感觉。现在是 iPhone 2分 ，S22 Ultra 是5分 ，S21 Ultra 目前是0分。好，下一张的话，这个环境其实超级暗，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说，这么暗的环境底下，这3台在极度暗的环境底下的夜拍感觉是如何？一开始看到会觉得最右边的整体的亮度是比较足够的。那如果放大来看的话，对中间叶子的表现，即使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它其实对叶子的整个细节的捕捉也是蛮好的。那中间的和最左边的来讲的话，最左边可能再好一点，中间是比较可惜一些。那这样子的话，我会选择是最右边的这一张。哇，竟然是 iPhone 13 Pro，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然以为夜拍部分应该是三星稳稳的拿下。然后再来下一张来讲的话，是一个一般的街拍吧。那我这个的话，我想要的话是画面比较明亮一点，然后对于可能墙壁上细节的喷漆啊，要比较清晰一点。那我这张的话，我会选的是中间的感觉给我是最好的。哇 ，iPhone 13 Pro，iPhone 有时候在对于细节捕捉真的是蛮有一套，特别是它那一套 Deep Fusion 真的是蛮厉害。那这边的话就是由 iPhone 拿下这一张。目前的话 ，iPhone 是4分 ，S22 Ultra 是5分，然后 S21 Ultra 是0分。好，然后下一张的话是一个夜晚，然后3倍镜的表现。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只要仔细的放大稍微看一下，就会发现中间那张的细节表现是最好。但是那棵树上的叶子最右边已经整个就是油画掉，不确定是它有自动切到主镜头去处理还是怎样。然后最左边的话也不错，但是就稍微没有中间这么的清晰。然后这边选中间的 S22 Ultra，OK， 不错不错 ，S22 Ultra 1分。那现在来到的是 iPhone 4分 ，S22 Ultra 6分，然后 S21 Ultra 是0分。下一张来讲的话是一个火锅照，我去吃那个青花椒一家我觉得还不错的火锅店，然后点了一盘肉。那我个人会觉得中间那一张虽然说亮度表现还蛮不错，因为当时的环境其实是蛮暗，但是它的肉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的可口，红色不够红的那种感觉。那最左和最右来选的话，我可能会选最左的吧，因为最左边的话整体来讲我觉得是表现比较均衡，不论是颜色或者是亮度的部分。最右边的话就可惜在于说它整体的照片的亮度稍微低了一点，那我们就选最左的。OK， 哇 ，S21 Ultra 1分了，哇，不错不错，终于拿到1分了。好，下一张来讲的话是一个主镜头的表现。那这边的话，我想要看一下它对于这个灯这一区的处理的感觉是如何。那中间来讲的话，你就会看到它其实中间的高光压抑的感觉并没有这么明显。那最左和最右来选的话，我会觉得最右的那个整体的画面的油画感稍微再更重了一点。那最左的表现是我目前选起来最喜欢的，我会选最左的。哇 ，S21 Ultra 竟然在这个项目获胜，真的是蛮惊人的。好，来到了整个系列的最后一张，目前的比分是 iPhone 4分 ，S22 Ultra 是6分，然后 S21 Ultra 是2分。那最后一张的话是一张，我就想炫一下这台神殿披萨的模型。我还有做开箱，如果没有看过，赶快去看一下，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开箱影片。这边来讲的话，其实3台表现都还不错。那我只是想炫耀一下嘛，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对珠光漆的处理的部分好了。我觉得最右边的感觉并没有到这么好，可能中间和最左边选一张吧，选个最左好了。整体来讲细节的感觉是在更多一点，然后对于整台车子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好。最左 S22 Ultra，OK， 好，真的是蛮惊人的。那整体来讲比分就会来到了 iPhone 是4分 ，S22 Ultra 是7分，然后 S21 Ultra 是2分的分数。好，那差不多就是这个相机盲测的部分。那你也可以底下留言讲一下，说你测到的是哪一台是你最喜欢的相机表现。那我也稍微聊一下我整体使用这台手机的拍照体验。那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跟 S21 Ultra 是有着相似的表现，但是表现又更加好了一点。那我觉得比较有感的提升应该是对于耀光的控制来讲变得蛮好，就是不太会有鬼影的发生，这件事其实是蛮明显。那不过对于拍照这个环节来讲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讲，现在市场上大品牌的旗舰款都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对于照片的好坏，我觉得更多的因素主要来自偏向于个人的喜好，所以说这部分就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那此外，我觉得这一款的萤幕亮度表现真的超级棒，即使在大太阳底下，它的亮度也非常足够。但是如果你想要更亮的话，你可以去设定内关闭最佳化亮度，这时候就会翻开覆盖陷阱卡，额外亮度。
那就可以发动这张卡片，让你的萤幕亮度达到更亮的环节。那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不过我平常来讲是觉得不用开就已经蛮亮的啦。然后在游戏表现的部分，那这次我还是选择使用跑分软体原神来测试它，跑个30分钟，那画质全开，手动拉到60 FPS。那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 FPS 的表现，帧数的表现有一点点凄凉，平均帧数大概顶多就是接近40左右而已。仔细拉开线图来看，整体的线图表现也不是很好。就算你刚开始玩而已，它的帧数就是波动的蛮剧烈，也不是这么的稳定。那实际我在游玩的体验时，也是感觉到略微卡卡，就 KK 这种感觉。那这个卡顿次数，其实在图表上也看得出来，平均每10分钟大概就有2-3次的卡顿，那其中比较严重的卡顿就占17次，所以就是没有到这么的好。不过在温控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温控的表现就还蛮不错的。整台手机在游玩10分钟之后，就大概加热完成了。那机身温度背面最高温度的部分，也就大概只有到41度或42度上下，就是一个温度控制，我觉得算是蛮 OK 的温度。那发热区域主要是在相机的旁边，个人是觉得不会到烫手，但是就是摸起来会有一点点温温的，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平日的使用的话，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手机发烫过，所以说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温度表现。然后再来就是续航力的部分，大家也是最在意这部分。使用一阵子下来之后，我发现每天的萤幕使用时间坐落大概就是在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左右。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续航力的表现并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好，因为毕竟它使用了 LTPO 第2代的萤幕嘛。一天一充的状况下，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安心，就是在可能傍晚、夜晚时，你就觉得，是不是快要没电了？不知道今天撑不撑得完那种感觉，会有一点点的紧绷感。那我真的本来以为这个第2代 LTPO 可以让续航力有显著的提升，结果竟然没有，真的是稍微有点可惜。那充电速度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开启45瓦的超快速充电 2.0 的话，10分钟可以充到 25%，30分钟可以充到 67%，那大概会花1个小时5分钟就可以充满 100%。而如果你是使用25瓦的超快速充电的话，10分钟可以充 20%， 那30分钟可以充到 59%， 那大概会花1个小时7分钟就可以充满 100%。所以整体来讲，我自己测起来会觉得25瓦跟45瓦的充电时间并没有差到这么大。那不过在低电量的部分，就是刚开始充的时候，其实这2款会充电速度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就40瓦会快上蛮多的，但到后来就降速了。所以说，如果是充到100就不会差这么多，但是前半段你可能只充10分钟的话，就会有一点差异。然后接着就是关于充电头的部分，我其实是有 S20 Ultra 那时候买45瓦快充头，不过不知道被我掉到哪里去啊，所以不见了。我就自己再找了一颗有支援 TD 3.0 PPS 协定的快充头。只要有支持这个协定的话，你就可以启动45瓦的超快速充电 2.0， 所以你不一定要买原厂的那一颗。那关于这个超快速充电 2.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使用的那条充电线必须要支援 5A。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充电线的线材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找。那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到，盒装内不是有附上一条线吗？仅存的几个配件内是有一条充电线。但我必须跟你讲一个坏消息，就是盒装内附上的那条充电线是不支援 5A 的，所以这条充电线其实是没办法启动45瓦的超快速充电 2.0， 就稍微有点可惜。那这时候又来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的环节。那好消息是三星卖的45瓦的充电套装是有附上线材的。那坏消息的部分就是目前这组套装全部都缺货，也不知道何时有货，所以说大家必须再等等看。那说真的，我是觉得盒装可以不给充电头，但是至少附上一条支援 5A 的充电线，可能这样观感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聊就是 Note 系列的灵魂 S Pen， 就是 Note 的经典到了今年变成了 S 系列的创新。那基本上这个笔的应用就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就是你可以拿来做笔记啊、绘图、遥控拍照、悬浮翻译等等。那以我自己的习惯上来讲的话 ，S Pen 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并不是一个必要项目。但是对于 S Pen 的爱好者，这次有内嵌 S Pen 在里面，应该是一个一大好消息。但对于我而言，我对于这支笔的使用率真的是偏低啦。我更多时候就是像这样拿出来，然后做一个舒压的动作，就是像这样。这感觉真的是蛮好的。那我自己也是有强迫自己使用了一下这款 S Pen， 那我自己才发现说，我已经习惯了可以在输入框内直接书写转成文字这个功能。不
不过 S Pen 目前是没办法在这个空白处直接书写，然后它就会输入文字，等于你是要拿着 S Pen 去戳你荧幕上那个键盘去输入。我个人会觉得整体的感觉有点诡异。那也希望之后可以更新，让手机有这个功能。那至于手感的部分的话，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可以接受。就是虽然说它是方正的机身，但并没有因为这个方正的机身就导致手感很差。整体而言，不论是重心和平衡度都非常好，并不会有让你拿着大手机的那种沉重感在。但是单手操作的难度又提升了，因为它的宽度有增加，单手几乎的拇指是不太可能伸到最左边的。那我还是希望整体手机的宽度可以再窄一点，这样手感会更好。不过也有可能我今年使用完这款手机之后，我的拇指每天伸长，每天运动越伸越长，搞不好哪一天年底的时候我就摸到了，这阵不一定。所以说自己也是蛮期待。那外观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次的黑色真的是超级好看，真的是相见恨晚。这次深邃的黑色，除了吸走了世界的光以外，也吸走我钱包里的钱。那声音在 S21 和 S22 这2次颜色表现，我觉得都超级好。每个颜色我都超级想要，是真的会有那种想要收集全色的那种冲动在，就可能2天换一个颜色使用，超级漂亮，每个颜色都真的超好看。那不过我在网上有看到有人说黑色很容易刮到，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裸机派，可能就要小心一点使用。那如果你有已经刮到的朋友，可以底下留言，我可以回复你一个拍拍，安慰你一下。那除了背面很怕被刮到以外，我个人也是很怕这个镜头被刮到，特别它这次的镜头是完全凸出去的。我自己还是有点不习惯这个外观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的很怕说放在桌面上就整个被刮烂。那因为我之前都是使用正面朝下去放在桌面上，这样我才可以看到美丽的手机背面。但偏偏这一次出厂时正面已经没有保护贴，所以这一点真的是就是稍微有一点麻烦了。那很多人会说这次的玻璃比较耐刮，所以没有出保护贴。不过我个人看了一下展示机上的刮痕，我还是蛮建议你还是要贴一下保护贴的。而且三星原厂的保护贴不知道台湾何时才会开卖，所以我目前是先买了散膜的保护贴先挡着用。我个人觉得用起来是比上次 Spigen 的水凝胶来讲好上不少，但是硬度和滑顺度还是略输原厂的那一片。不过至少指纹解锁的部分都是正常的啦。那我之后也会体验看其他家的保护贴，可能是 UV 胶玻璃贴之类的。那看到时候会不会真的会影响到指纹解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记得要订阅一下。好，然后再来我想聊一下一个部分，就是声音表现的部分，就是这个喇叭的部分。那首先我会觉得它底部喇叭的那个出声孔位置真的超级尴尬，因为你不论是玩游戏或看影片，这样拿横的拿的时候就超级容易卡到。那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的手就会直接摸到你的这个镜头部分，然后会稍微有点卡卡的感觉。那此外，我刚拿到之后就有听到有网友说，整个的喇叭表现跟 S21 Ultra 比是有点退步的。那我就仔细的把2台手机拿出来，然后一起听了一下歌，发现喇叭好像真的退步了，怎么会这样子？竟然会有差距。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是新的手机 S22 Ultra 它的杜比音效是没有开着的，预设是关闭。所以说，如果你打开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就会好上不少。那有这个困扰的话，也记得赶快去打开来试试看。好，那最后的话，我想聊一下预购活动这个部分，因为整体来讲，我觉得台湾三星的消费者体验还是有蛮多的进步空间的。那想提出来，让下一次的预购活动可以达到更好的感觉。首先，第一个想讲就是像线上商城的客服真的是蛮无力的，特别像这一次的 Line Point 导购回馈通知，可能就有人有收到，有人没有收到。那询问客服关于可能货况啊，或者是活动内容，也常常一问三不知，或者是叫你去问其他单位的，那观感就会没有这么的好。而三星智慧馆的现场领机活动，虽然说现场的各个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力想要办好这个活动，也都非常努力，加班到很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蛮多地方可以改进，例如说，他明明就安排了号码牌机，但是快要叫到号的时候，你抵达现场时还是需要额外的等待，而且现场的状况我觉得非常的混乱，就是你有时候会被工作人员叫去排一些你不知道在排什么的队伍，那完全没办法控制你取机的时间，很耗费你的时间。那此外，领机前不是有在线上先填好那个想要什么配件的部分嘛？就是你的预购配件金想要买哪些配件。但是我在抵达现场取机的时候，我发现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买什么，就是等于我线上先选，其实没有传到他的手上。然后再来，我觉得比较扯，就是我选的配件也全部都没有货，等于说我之后还是要再跑一趟去拿，就会觉得蛮浪费时间和交通的。
那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的。如果有人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觉得有哪边你觉得可以做得更好，都可以底下留言。那希望我们的这些反应和留言可以让台湾三星在下次的预购活动可以表现得更好，我自己是蛮期待。那最后就来到了购买建议的部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 S21 Ultra 的用户的话，然后对于笔没有特别需求的话，是可以再稍微等等看。但是如果你是 S10 或 Note 10，或者是更早钉子户们，或者是你对于 S Pen 有重度需求的，我都蛮建议升级的。因为升级的感觉应该是会蛮强大，不论是在相机啊、萤幕或续航。但是如果你是对于 S Pen 是没有需求的话，我知道可能现在不太好买，但是我还是会推荐你去买这台 S21 Ultra。毕竟这台的价格现在应该是蛮甜的啦。那除了没有 S Pen 这个绝对的差异以外，我觉得它其他的部分，即使是放到今年2022年来看，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表现也都是算是蛮不错的。那也是因为这样，我这次在换手机的时候，把这个 SIM 卡从这台手机完全移到第三台手机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特别感伤的感觉，就会觉得哇 ，S21 Ultra 还可以再战，但是我这样离开就小难过，你知道吗？唉。好，那最后来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一次的 S22 Ultra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少了一点 S 系列冒险犯难的精神，但是又多了一点 Note 系列成熟稳健的精神，是一款表现都很出色的手机。但是也因为这些出色的基础是 S21 Ultra 帮它建立起来的，就是惊奇度就会少了一点。那这款手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去年就应该推出的 Note 21 Ultra， 这款手机真的是体验都还蛮完整的，是一款我觉得很值得推荐购买的手机啦。那如果要说一些我的小建议的话，我本来是还蛮期待在这一次新的这款 S 系列上看到新一代的萤幕下镜头，就是前镜头的部分。那再来，如果要改进的部分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的续航部分的话，新的这一款 LTPO 的萤幕，我希望可以在之后透过软体更新的部分，让续航力有更显著的提升。那此外，从开箱影片的留言区和大家的反应来看，大家对于记忆卡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烈的。虽然说我觉得记忆卡跟 3.5mm 耳机孔啊和充电头都已经去了，就是已经拜拜，应该是有点难回来。但如果下一款手机是有放回来记忆卡的话，我相信消费者会更加买单，会觉得哇，三星真的是很听得到消费者的心声。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虽然说这次的相机表现已经蛮不错了，不过我觉得好还可以更好。我希望它可以直接跟 iPhone 再拉开一个更大的差距，就是在细节部分、锐利度的部分。如果可以再更丰富一点的话，我相信表现会更好。好了，那差不多就是我使用这阵之后的心得。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